大家好啊！差唔多半年時間呢，都冇做過完整嘅手機評測啦。今日一次過做翻俾大家。今日評測嘅就係 Sony 嘅 Xperia XZ2 Premium。呢一段係非 HDR 版本，大家可以講翻中意 HDR 版定呢一段㗎。我哋先講一講個規格，搭載咗 Qualcomm Snapdragon 845嘅處理器，另外有6GB RAM、64GB 內存空間。5.8寸 4K HDR 嘅螢幕 ，Motion Eye Dual 雙鏡頭，1900萬像素彩色鏡頭，搭配一個1200萬像素嘅黑白鏡頭。另外有支援防震嘅1300萬像素自拍鏡頭 ，IP68 防水防塵，雙 4G 支援最快 1.2GB 嘅網絡速度。另外搭配咗3500mAh 嘅電池。講一講外觀設計。背面嘅圓潤機身咧，由 XZ2 開始已經轉用咗啦，好唔好呢？就好個人口味。我自己覺得圓潤機身唔係問題，最重要唔好太厚就得啦。而鏡頭同埋指紋嘅擺位，個人認為放得太低，喺使用上面構成一啲麻煩，往後會再詳細解釋。機身正面係 4K 螢幕，而 4K 標準入邊只有16:9同埋4:3嘅啫，所以今次未有18:9嘅設計，我覺得係情有可原㗎。而相機方面，基本上功能係齊全嘅。手動模式入邊，我哋可以選擇唔同嘅選項啦，快門、光圈、ISO、白平衡，全部都可以手動選擇嘅。但係最可惜嘅地方呢，就係冇呢個 RAW 嘅影像檔案嘅。雙鏡頭配合 OP 嘅影像處理器，令到晚間影相或者拍片嘅質素係大幅提升。如果想睇影像質素，可以撳翻右上角嘅連結睇翻我嘅直播。1080p 拍片，影像質素係非常之好，尤其是5軸防震係非常之出色。而去到夜間亦都有超低光嘅拍片功能。不過 EIS 就係 EIS， 去到夜晚始終係不能勝任㗎。不過 XZ2 Premium 嘅表現算係旗艦機入邊數一數二㗎啦。喺 4K 拍片方面啦，佢只係支援25個 frame per second， 並冇60個 frame per second 嘅。但係佢同時支援 4K 加防手震，再加埋 HDR。4K HDR 影片基本上都已經係 Sony 嘅 XZ2 同埋 XZ2 Premium 獨家㗎啦。而佢嘅 HDR 格式係 HLG 格式嚟㗎，咁比 S-Log 係容易執好多嘅。原則上就咁 upload 條片上 YouTube 就已經見到 HDR 效果啦，但係呢種上載呢，只係容許 XZ2 Premium 同埋 iPhone 可以正常播放嘅啫。但係如果想有最好嘅效果呢，都係要喺剪接軟件嗰度做一啲簡單嘅設定再上載先得㗎。講咗咁耐都有啲口乾啦，等我坐低飲杯嘢，再同大家繼續講下呢部 XZ2 Premium 嘅效能。坐喺一個咁舒服嘅地方飲杯茶，睇下手機，玩下遊戲，都係幾開心寫意㗎。呢部 XZ2 Premium 嘅效能呢，一定就唔會令你發懵整啦。開大型遊戲啊，切換唔同嘅 app 啊，完全係暢順啦。雞就冇得食啦，不如食住蛋糕，玩下賽車啦。其中一個賣點嘅功能就係震動功能啦，喺某啲遊戲入邊仲係未支援噶，咁希望快啲有軟件更新啦。Snapdragon 845嘅平台，基本上玩遊戲一定係最快噶啦。按套跑分大約係25萬分，跟住就係 Geekbench 4，單核2300分，多核係8400分噶。跟住就係 3D Mark 嘅兩個 3D 界面分數，4700分同埋3700分。最後就係 PC Mark 9300分。其實 XZ2 Premium 嘅效能咧係毋庸置疑噶啦。跟住我哋再聽下音效方面啊。今次 XZ2 Premium 係有雙前置喇叭嘅，雖然下方嘅喇叭位好似比較長同埋比較幼。而另一邊嘅聽筒位呢就比較短，但係佢哋兩者發出嚟嘅聲音呢係好接近㗎，亦即係佢提供嘅係真正嘅立體聲效果。而使用耳機聽音樂方面，跟機嘅耳機 3.5mm 耳機
係要配埋跟機嘅轉插先至用得到㗎。幸好 Sony 支援一啲 HyRex 嘅無線音效傳送啊，咁於是可以用無線傳送 HyRex 音效。咁喺手機嚟講呢，算係可以接受㗎啦。咁我就會用呢對 SPH90嚟聽啦，咁可以插線嚟聽嘅。嚟到通話方面，今期嘅 XZ2 Premium 呢，喺個音量上同埋通話個清晰度上面呢都係唔錯嘅。至於論到網絡接收能力呢，我由 XZ 開始用，去到 XZ Premium、XZ2 到依家 XZ2 Premium 呢，我覺得個網絡接收能力呢部機係最好㗎。使用 OFCA 網絡測速，喺繁忙時間 4G 速度試到最快係46.7 Mbps， 上載54 Mbps， 而測試期間上下載嘅峰值係可以超過100 Mbps 㗎。而 WiFi AC 嘅速度最底嗰項數據439 Mbps 下載，347 Mbps 上載，咁而峰值呢亦都可以超過600 Mbps 嘅上下載速度嘅。VoLTE 係預設啟動嘅，而 VoWiFi 呢就需要去到設定入邊去開啟翻佢啦。同意咗之後，我哋就可以見到呢個開關，開啟之後會有呢個圖示。而喺電量方面，今次 XZ2 Premium 係有3500 mAh 嘅電池，同過往比較已經係最大㗎啦。低容量之下用1日半係冇問題嘅，但係高容量之下，由於 4K HDR Mon， 咁所以你預都係1日1充㗎啦。而要改進嘅地方就係指紋同埋鏡頭嘅位置啦。首先指紋太低啦，雖然話今次機身長咗，但係一般手握嘅姿勢其實都係會撳咗鏡頭位置㗎，要專登去適應一個唔係太常見嘅揸法。如果要用解到鎖嘅手勢嚟揸機嘅話，就會變到上重下輕，有好唔穩陣嘅感覺。而解鎖之後，亦都唔可以立即單手使用，必須要慢慢褪翻部機，或者用另一隻手幫手先至可以嘅。如果要用手機穩定器，就算將 XZ2 Premium 裝到去最入嘅位置，都係達至唔到平衡嘅狀態嘅。另外，穩定器上面嘅手機夾根本唔可以安全咁夾住 XZ2 Premium。大家見到嘅呢個狀態，其實我已經將入面手機夾嘅軟膠倒轉嚟黐，叫做勉強夾得住部手機，但係經唔起震動。喺改動軟膠方向之前，呢支穩定器根本係完全夾唔到呢部 XZ2 Premium 㗎。喺欠缺平衡嘅情況之下，強行開機，勉強叫做穩得住。但係打開相機 App 之後，你會發現穩定器嘅主體根本就係會阻住影相同埋拍片嘅。如果要強行將部機褪出少少，避開個穩定器，當我哋褪到最盡嘅時候，其實仲見到穩定器主體，但係電機已經唔夠力去支持呢部機230幾克嘅重量啦。如果我哋將部機反轉嚟夾，我哋要避開電源鍵同埋相機鍵，但係好可惜，影相拍片嘅螢幕鍵呢又俾手機夾遮住咗。而喺呢個狀態入邊，其實電機都唔係好夠力嘅啫。如果你對拍片好有要求，一定要用穩定器嘅話呢，咁就需要買一支貴少少，俾無反相機用嘅穩定器啦。咁佢就唔會有電機遮住鏡頭嘅問題，電機亦都會有更大嘅力量可以承托呢部手機。最後我做一個總結，呢部 Sony 嘅 Xperia XZ2 Premium 呢係一部唔錯嘅手機嚟㗎，硬件配置絕對係旗艦級數。加上有最靚嘅 4K HDR 螢幕， 4K HDR 嘅拍片功能係其他品牌都做唔到㗎。搭配現時最新嘅845晶片，喺效能上面係屬於最高嘅級別，而接收能力同埋網速方面呢，亦都較上代有明顯進步㗎。個人最唔滿意嘅都係佢指紋擺位同埋鏡頭擺位，仲有佢嘅重量同埋厚度。
對於主打拍片嘅手機嚟講，用唔到手機穩定器呢都係非常之尷尬㗎。除咗上述問題之外呢，我對呢部手機呢都係有好高嘅評價㗎。咁我今日嘅分享呢就嚟到呢度啦，多謝大家嘅收睇。